16次爆炸，5架俄军战机被摧毁，俄罗斯心痛的在滴血。不仅如此，在另一座俄军机场，还有4架军用运输机严重受损。可就在上周，乌军对克里米亚的空袭行动才遭遇惨重失败，42架自杀性无人机被俄军全部摧毁。怎么现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突然就行了呢？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哈利诺空军基地发动了一轮空袭，成功摧毁5架战机、2部防空导弹发射车和1部防空预警雷达。该空军基地军民两用，也是库尔斯克市的东方港机场，距离俄乌边境仅只有100公里。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后，就立即转为军用机场，驻扎了西部军区第14近卫航空团的14架苏30 SM 多用战斗机，专门空袭乌境内目标，自然也就成了乌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方消息也证实，当地时间8月27日凌晨，哈利诺空军基地遭到16架无人机袭击，仅有3架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俄罗斯人自己记录了至少13次爆炸，共计击毁俄军4架苏30、1架米格29、2套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1套 S300 防空导弹系统。迄今为止，这是俄罗斯空军基地损失第2多的惨案，排名第1的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费多罗夫卡空军基地，在2022年8月的一次袭击中损失了9架战斗机，损失之惨重遥遥领先。此轮空军基地遇袭事件，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也证实了乌克兰安全局的说法，如库尔斯克州州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称，当时有1架无人机坠毁在卡尔马克斯街的一栋多层住宅楼上，爆炸波震碎了库尔斯克国立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大楼的几扇窗户。据维基地图显示，该大学距离事发地点300米，有2处军事设施：俄军第16独立电子战旅和第3754中央航空技术基地。值得关注的是，此轮空袭，俄军的 S300 防空导弹雷达跟瞎了一样，没有发现乌军来袭无人机，在雷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如此，当地时间29日午夜至30日凌晨期间，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普斯科夫一机场遭遇无人机袭击。俄紧急情况部门称，当地一军用机场中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发生大火。该区行政长官米哈伊尔·维德尼科夫30日称，至少有20架无人机袭击了普斯科夫机场。虽然初步消息显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至少有4架军用飞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2架大飞机当场被大火吞没，另外2架正在评估受损情况。据悉，情况也不容乐观。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来看，此次袭击发生在深夜，俄军基地传来数声巨响，然后升起了巨大火球和滚滚浓烟。虽然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迅速出动人员协助俄军救援，但火势一直持续到天亮时分才被渐渐扑灭，这足以说明俄军遭遇的损失不轻。与此同时，俄罗斯其他地区也都遭到无人机袭击，如布良斯克有3架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边境约200公里的奥廖尔至少有1架。另外，在凌晨2点后不久，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卡卢加上空被击落。凌晨2点30分左右，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东南方向的梁赞上空被击落。凌晨3点30分左右，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被拦截等等。为此，俄罗斯莫斯科、图拉、利佩茨克、奥尔约克和卡卢加地区的多个机场都已紧急关闭。俄国防部紧急派出特别小组前往袭击地点进行调查，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弄清袭击真相，并找出袭击俄军机场的黑手。其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受袭地区都是在无人机接近目标上空时被发现，有的甚至没被发现。如普斯科夫距离乌克兰边境的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这也是自开战以来当地的俄军基地首次遭到打击。那么，究竟是谁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重创了这些俄军基地呢？有消息称，乌军出动的是澳大利亚生产的直板无人机，俄军的防空雷达根本无法发现。据澳大利亚人报的介绍，澳大利亚援助给乌克兰直板无人机，由纸板和橡皮筋制成，可以用来运输物资、侦察和投掷小型炸弹。这种直板无人机名为 Crew PPDS，
由澳大利亚陆军和墨尔本工程公司合作研制，属于低成本消耗性无人机，也就是不用在乎生死的一次性产品。即便运气不好被击落，其成本也不高。若是运气好点，能炸上1-2个俄军，或是像这次一样炸毁机场飞机，那性价比绝对超一流。与普通的无人机相比，这款直板无人机从外表上看像极了小孩子的玩具，极具欺骗性。但一般无人机该有的设备功能，这款直板无人机都不缺少，包括运输物资、侦察情报以及投放炸弹等任务都可以完成。有效载荷5公斤，航程120公里，是正儿八经的军用飞机。在研制公司介绍中，这款直板无人机由厚实的涂蜡纸板以及用来固定机翼的耐用橡皮筋组合而已，个头不大，对起飞场地也没有要求，起飞模式可以用手或弹射器发射，基本等同于战术单兵无人机。关键是它可自由安装军用或民用设备导航，通信系统用的是手机模块，插上卡就能视频通讯，末端还能通过传输回来的视频画面选择目标。刚才提到的哈利诺空军基地13架无人机都能准确命中目标，给俄军战斗机和导弹造成一定损伤，应该都与末端视频制导功能有关。而且为了让乌军能够顺利操作，澳大利亚设计师们尽量简化操作系统，通过看使用说明和视频就可以轻松掌握它的用法。总之，该无人机的一切设计都围绕低成本和实际需要进行。至于价格，由于工艺简单、材料低廉，澳大利亚给的报价在1000到5000欧元，换算成美元也不过647到3239美元之间。这比造价1-2万美元的见证者136无人机造价便宜太多了。虽然性能方面见证者136更为出色，但在战术应用上，这款直板无人机更灵活。关键采用直板设计，在雷达上很难被发现，上述事实就能证明这一点。乌军用造价仅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就能摧毁俄军5架战机、4架运输机、2套防空系统，这买卖划算不说，还为乌军带来了更多主动进攻的机会。现在澳大利亚每月都会为乌克兰提供100架，而像这种用非金属材料制造飞机的例子其实早就有了。2战时，英国就用木材制造文式战斗轰炸机的机身和机翼，日本也因为缺金属，曾尝试用竹木材料制造一些不太成立的零件。这些用非金属材料制造的飞机有2大优点，首先，它降低了无人机的建造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费效比。战争表面上打的是战术，其实拼的是经济。比如苏联当年没有一款坦克可以和德国的黑豹、虎式相比，但是廉价的 T-34却用狼群战术赢得了战争。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德国虎式的造价是 T-34的7到9倍，在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就代表了质量。搁到如今的乌克兰身上也是如此。乌克兰将其直板无人机融入日常作战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成本。欧美的无人机虽然性能先进，但其价格不菲，远不是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可以承受的。而直板无人机因其成本低、破坏力强，在这方面表现更出色，因此将其纳入日常作战中，也就意味着乌军将采取量大管饱的无人机战术。但这对俄罗斯来说却是非常痛苦的事，用导弹打靶不太划算，不打靶纸飞机一样有战斗能力，损失照样不小，两头为难。其次，这些非金属材料制造的飞机天然具有隐身性，整个机体里就一点点金属 ，RCS 非常小，现代雷达波几乎完全发现不了，这也是俄军拦截失败的主要原因。在雷达探测上，雷达拥有很强的多目标侦测能力，但是雷达后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防空雷达为了避免死机，都会设置一个飞行速度与飞行物体积的下限，从而将空中各种杂物如鸟类作为杂波过滤掉。而直板无人机的 RCS 值很小，并且飞行速度接近普通鸟类，所以俄军雷达才会失效。而且就算俄军雷达进行了对低慢小目标拦截的强化，但还是那个问题，一枚防空导弹动辄几十上百万美元，去换一架最高5000澳元的纸飞机，是不是有些太亏了？更何况强化低小慢目标的拦截能力后，防空导弹打麻雀等鸟类的概率就会激增。俄军就是有再多的防空导弹也不够消耗的。
这次乌军能袭击成功，就充分发挥了直板无人机的量大、隐身好的优势。俄军雷达很难进行捕捉，就无法指挥火控雷达进行锁定拦截，这才摧毁了俄军数十亿美元的飞机。当然，乌军能夜袭成功，最关键的还是靠美国提供的情报信息。美国掌握的俄罗斯详细的电子地图和俄军防空系统部署位置。其卫星早就发现，在普斯科夫州俄军空军基地至少停放有20架俄罗斯运输机和情报侦察机。该基地大型运输机隶属于俄罗斯近卫第76空突师第104空突团和柏林红旗第334军事运输航空团，否则乌克兰军方又怎么会知道在该基地露天停机坪有4架伊尔76运输机呢？乌军在知道其停放位置的精确坐标信息后，其无人机才可以穿越俄罗斯数百公里区域，飞行数个小时而不被发现，最终成功袭击俄军空军基地。从2轮空袭的结果来看，无论哪一次给俄军造成的损失都不亚于一次中等规模的空战。可以说，在天空上飞行的数千枚美国卫星，在和平时期是民用设备，一旦到了战争时期，就都会变成致命武器。俄罗斯无法克制美国卫星，今后这种袭击就会越来越多。如今的俄乌战况已经从原来俄空天军一直可以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基地和民用设施，变成如今乌克兰军队也可以袭击俄罗斯空天军基地，而且在取得的战果很大。由此可见，便于携带和组装的纸飞机已经改变了战场态势，其技术如果得到进一步完善，对前线作战方式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届时，乌军将可能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即不间断无人机袭扰战，通过超低成本的无人机进行全天候、高频率和大范围的空中骚扰，让俄军防空导弹部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同时，也反映出俄罗斯防空网存在十分严重的漏洞。实际上，早在乌克兰军队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部署有图 95MS 战略轰炸机的航空基地时，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索博列夫中将就承认，虽然俄罗斯军队拥有强大的防空系统，但俄罗斯国土过于广袤，防空网到处都是漏洞，尤其是缺乏可以发现低空目标的雷达系统，根本不可能发现并拦截每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战争刚爆发时，恐怕没人想过乌克兰军队可以对俄罗斯领土进行纵深打击吧。因为乌克兰军队所拥有的原点优弹道导弹射程偏近且容易被拦截，其空军的战机侵入俄罗斯领空几乎等于自杀，似乎所有人都只能看着俄军肆无忌惮地用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空袭乌克兰。但现在随着乌克兰人开始大量制造自杀式无人机，不仅莫斯科和克里米亚频繁拉响空袭警报，连俄罗斯空天军基地都不安全了。乌克兰每次都能用这么小的代价给俄军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外界对俄罗斯的军工技术和能力也会饱受质疑，同时这也将是乌军夺取优势的好办法。好了，关于乌军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